Preview. Preview. 大家好，这里是华文天下，我是主播小华。新闻开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如果你现在在意大利，你会看到以下的情景：24小时内累计死亡人数猛增196人至827人，重症监护室严重不足，医生不得不考虑在老年患者和年轻病人之间做出选择。政府宣布关停所有商店，只留药房和食品店继续营业。在意大利的特伦托的一处果蔬市场摊位前的地面上画着标记，要求前来采购的市民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小镇的食品店里，人们也排队等待结账，或是在超市门口排队等待放行进店采购。现在在意大利，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布雷西亚的一家平民医院是新冠肺炎病例的紧急检查点和分流点。3月11日是意大利自2月21日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一天，但意大利民防局解释说，这是由于10日确诊了约600例新冠病例，但直至11日才报告。尽管意大利也建了方舱医院，但由于确诊人数急剧增加，医护人手、重症病房依旧十分紧张。贝加莫的一家医院每天都要收治25名确诊病人，几乎每天都有医护人员感染的事情发生。10日是意大利新增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196人。意大利麻醉、镇痛、复苏和重症监护协会上周发布的一本小册子，建议医院不要再采取先到先治的原则，则应转向灾难医学，将生存机会留给年轻人。但也有医生认为，在决定是否应该将病人收入重症监护室时，年龄不应该成为唯一的标准，还应该考虑病人的基础疾病情况。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医学界依旧在争论，但是已经有人等不及了。图中是一个演员，他的名字叫做卢卡·弗朗西斯。这周，他患有癫痫的姐姐特蕾莎出现了新冠肺炎症状。特蕾莎的病情很快恶化，出现了呼吸不畅的症状。卢卡发布在社交媒体的视频说：“我的姐姐昨晚走了，可能是因为新冠病毒，但至今我还在等待答案。”卢卡在视频中说，自己不得不强烈要求工作人员上门给已经过世的姐姐做检测，但是他们拒绝给我做检测，理由是除非特蕾莎被确诊了。卢卡很惊恐，因为当时为了保住姐姐的命，卢卡不得不给她做了人工呼吸。看着床上姐姐的遗体，愤怒的卢卡拍了视频抛到网上，说：“我们被毁了，意大利抛弃了我们。”在后来更新的视频中，卢卡说家中另外3个人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他还不知道自己年迈的父母是否被感染了，噩梦还在继续。意大利堪帕尼亚大区议员博雷里说，特蕾莎是意大利第一个在家中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意大利正在困境中努力与病毒抗争，但却迟迟等不来欧盟兄弟们的援手。甚至一些国家还为争抢口罩、呼吸机翻脸。而今天，意大利人将迎来一队来自中国的医疗专家团队，其中来自拥有众多一号难求的医学大牛的华西医院派出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学科主任梁宗安和重症医学科小儿 ICU 护士长。梁宗安说：“我们不会忘记，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意大利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现在我们愿意与意大利人民站在一起。”另外，还有一批物资也在路上了。看到消息，有意大利人想起了疫情爆发之初那些将病毒和中国划等号、疯狂带节奏的意大利政客和媒体。网友说：“侮辱他们的我们是多么的不文明！谢谢你，请原谅侮辱你、不尊重你的意大利人，再次感谢。”这应该让人们重新思考他们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意大利现在不仅国内物资告急，甚至还要面临欧洲邻国扣押口罩和其他医疗设备的问题。
现在意大利有1028个重症病例，急需呼吸机。意大利贝加莫一家医院的新冠病毒危机部负责人斯蒂凡诺·法久里说，他所在的医院每天新增25个病人，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医护人员中招，而物资紧缺是更糟糕的事，尤其是呼吸机。他们可以在1个月内，但是没有办法在1天内让100个病人全部都用上呼吸机。意大利驻欧盟大使毛里奇奥·马萨里就撰文写道，意大利已经要求激活欧盟民防联盟机制，以确保医疗设备的供应，但不幸的是，没有一个欧盟国家响应委员会的呼吁，只有中国在双边层面上做出了回应，这不是欧洲团结的好兆头。有意大利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抛出了马萨的这段评论，下面有人跟帖道，也许欧盟没有他看起来的那么团结一致。有人还说道，欧洲，你必须始终记得，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谁永远在你身边，谢谢中国。还有人写道，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我衷心感谢中国的帮助，希望两国的友谊永在，我们会赢。紧跟意大利，丹麦成了欧洲第2个宣布锁国抗疫的国家。未来也许还有更多国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抗疫，但正如梁宗安医生所说，病毒是无国界的。有医学专家就警告说，英国和美国变成意大利大概也就是2周的时间。在这个节骨眼上，救人就是自救。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向意大利伸出援手。也希望更多人放下架子，摘下有色眼镜，重新打量中国的善意。今天的播报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请订阅并添加小铃铛，谢谢你的支持。